接下来我们画一个大红色的包菜，大红色的包菜啊。首先我们需要用到的配色，配色有曙红，配色有曙红啊，曙红多放一点。然后是胭脂啊，曙红胭脂。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啊？看好了，是曙红加胭脂。这个就称之为过渡色系，过渡色系啊，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你这两个颜色一样，为啥呀？你为啥还要搞个这个色？你调了你就知道，它俩是不一样的。曙红加胭脂啊，然后一滴墨水啊，像红的黄的，一滴墨啊，一滴墨。请大家截一下我们的配色，我们这款叫状元红，状元红，请大家截个图打个1啊，截个图打一个1，截个图打一个1，谢谢啊，截个图打一个1，谢谢。好，截完图以后，这是我们刚才的用剩下的颜料，再加2勺水。把它调稀，你要画这种状元红的牡丹，你得把它调的稀稀的啊，非常稀的。这已经不能够称之为牛奶状，就是这种清水状。把它画成这种就调成清水状，能理解吗？调成清水状就行。然后调什么呀？清水状之后，加我们的曙红，曙红多放点。曙红多放点啊，确实也应该画一个大红色的。曙红多放点，整支笔都占满曙红啊，一整支笔都是曙红，看见了吗？一整支笔都是曙红啊。来，我教你们一个技巧，这个是什么？这是花青，这个是不是花青？是不是花青？把花青跟墨水调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黑颜料。听懂没有？教你们个技巧，有一些人啊，你的这个墨一上笔就会阴开，它是不是会阴开？你加了一个花青，你哪怕挤上胭脂都行啊。就是哪怕你挤上胭脂也没关系，也能够调成黑色，只要调黑就行。听懂打个1。这个技巧学会了吗？好，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加胭脂啊。听懂了没有？听懂打个1啊。技巧型的啊，曙红加胭脂，然后再蘸胭脂。就有的人他老是啊，我会阴开，怎么办？现在明白了，他不会阴开。这样调出一个颜色叫状元红啊，状元红。蘸一点我们的墨汁，你看是不阴开了？黑颜料不一样，一定是墨，听懂没有？看到是不是不阴了？听懂给主播打个1，是不是不阴开了？还阴吗？不阴了，直接啊，不阴了。啊，画一个比较大的，大家比较喜欢这种常见大点花头啊。你看，我把它分为几边？1、2、3、4，分为6边形，分为有底色，分为6边形。点一下，你看，对吧？比较深色，而且这个花头很亮啊，很暗，很亮。把它滚成一个小圆边，听懂了没有？滚成一个小小的圆边，听懂给主播打个1。是不是就出来了一个小小的圆边啊？你看像上面，是不是出来一个小小的小斑？听懂扣1啊，听懂扣1啊！你们喜欢的大红色的啊。好，蘸一下我们的胭脂啊，曙红，再补点胭脂啊，补一点我们的花青调墨啊，花青调墨，这是一个单瓣。
你看一个单瓣不够，你看我在这儿给它分开，看见没有？分开一半，笔尖向上，哎，是不是就出来了单瓣？是吧？蘸一下曙红，蘸一下胭脂，再蘸点墨水啊，蘸点墨水。你看，调整一下小单瓣，调整几个小单瓣，调整几个小单瓣，是不是？调整几个小小的单瓣，你不着急，你看衔接一下，把它接到一起啊，接到一起。好，再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蘸一点点的曙红，蘸一下我们的胭脂。就是我让你们画大红色，不是画一片红啊，不着急，不是画一大片红色，要留有白光，留有白光。你看花瓣往上面去包啊，包，你看这个地方一下，是花瓣就出来了，状元红是的。好，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点胭脂，你看把它整一个围起来啊，围起来，你看。中间留空，你看你听懂没有？你如果是墨水，它绝对就阴开了；如果是墨水，它一定就阴开。但是我调的不是墨水，学会了吗？所以这个技巧很关键啊！你看，合一下，看到没有？我用的不是墨水，所以说它的一个，你看这个质感，你看我这样慢不慢？你看我那么慢，它都不阴。学会了没有？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的啊，非常特别好用的一个东西。你看我慢慢画，它也不阴开。你们有的人一画红色，就这种特别红的蘸墨水，是不是会阴开？感觉控制不住了，完全失控。现在学会了吗？你看，对，这样你看就不会失控啦。明白了没有？明白给主播打个1。你看啊，把它整个围起来，像这个地方点一下，哎，一下，哎。对吧？添出一些小瓣，对吧？把花瓣给它折进来。你看啊，像这个地方点一下，往上按，是不是花瓣就折起来了？不会有太白和散青的。唉。大家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啊。重彩牡丹它的配色也不是这样的，我画的不是重彩，并不是说它颜色红了就是重彩啊，对，它是小写意的。重彩牡丹它是使用的是我们点都法里的叠色法，而不是采用这个用笔技法啊，家人们去了解一下啊。对，你要先了解清楚，要多学习啊。重彩牡丹不是说颜色比较重就是重彩。重彩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一种技法，它是颜色一层一层往上叠上去的，干颜料往上叠啊，不是说颜色画的重了就是重彩。对，好，点一下，你看是个点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它是一个往里边折起来的小瓣，往里边去折啊，往里边去折，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单瓣就出现了，而且是深红色的，深红色。你看怎么样把它画的富贵一点？看好了啊！你看毛笔向上一弯，一个大笔触，一个大笔触，而且我们要稍微吸收一下这个水分，它就干净。你一擦就干净，因为它会有很多浮色，就是浮在这个颜色上面啊，它会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的，它会粘在上面。沾了就容易脏，沾就容易脏，对吧？然后你怎么样去表达呢？才会比较的雍容华贵一点？就是你看，往上，对吧？一半一半要包裹的紧凑一点，一半一半记得包裹紧凑。如果太松的话，那就不好看了啊！不要把它画的太松啊！不要把它画得太松。你看这些地方，毛笔侧锋，你可以走出很多一些，你看比较小的小侧瓣出来，稍小一点的侧瓣，而且切笔的力度要比较的干脆果断，咵
下了，对不对？然后还要注意给它留出白光，留出白光，就是说它不是二乔，但是你需要留出它的白光位置。好，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一点胭脂，蘸一点我们的花青，加点墨加点墨，就是它的白光部位你一定要留出来，就跟画我们的什么墨牡丹一样。就很多人就说你那个墨牡丹的话，你怎么样才好看？它有白色花瓣的，对，非常容易调。墨牡丹有白色花瓣的，知道吗？那天我画过，对不对？那并不是说因为这个花就是白色的，而是我们墨牡丹它有一个光，能理解吗？我们这牡丹它有一道光，就是花瓣走出来有一个小光，对不对？那道光它是白色的。蘸一下曙红，蘸一下胭脂曙红继续蘸点胭脂，你看一层一层的去叠，包括这个地方。你怎么样叠它会比较的富贵？你看这是其实很多主播他们常用的一些叠瓣，你看，对吧？一个一个小单瓣往上压，对吧？一层一层往上压，压到一起，对吧？一瓣一瓣往上叠。叠出这种你看比较富贵的花头，对吧？其实你的花瓣其实已经叠出来了，但是你如果让它想让它你看再漂亮一点你看，其实你看花瓣的叠加方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花瓣的叠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先卷再抠，对吧？你可以像我这样，也可以怎么样？先抠，再卷，是不是？就是说你使用的技法是比较特别的，而不是每次就是说比如说你一拿笔人家就知道他又是这么画了，他又来了，他又这么来了就是我们在作为一个你看技法的表达上面也要灵活一点，是不是？技法的表达上你也得灵活，一层一层的去压。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一点我们的胭脂，蘸一点墨水。一会儿还需要画几个纯白色的瓣，知道吧？纯白瓣，什么叫纯白？就是你中间这个花瓣给它留出来，它就是一道白光，它就是一道白光，对吧？留出一道白光。你看我中间这个花瓣，我啥也不干。它这不就是一个花瓣吗？它是不是一个花瓣？这个地方白色，它就是一个瓣，你都不用去管它的，对不对？我不需要去给它刻画什么，它就是一个瓣，白色的瓣。因为如果那个光刚好打在那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白瓣，这样能理解吗？对，光线不一样，角度就不一样，你给它就打出一个白瓣出来。对，是的，你一道光打得很亮，它就只有一个白瓣。这样一个红色的就是如果说你需要画我们红色的这种牡丹的话，它一定是这种雍容华贵的包菜，很富贵。因为你既然要画这种红色的牡丹，我用了，我一开始就用过了。对，一开始我就已经用了。红色拖白好看吗？拖白一会儿你画完之后用一个非常浅的颜色去染一下就行，或者直接这样也可以，也很好看。你要看整体，最后看看整体。其实我们画画的过程中，它都是有什么有调整的余地的。咱们有一个调整的余地，就是说比如说你画完到后面，我觉得这个不好看，那可以改呀，对吧？你看这个单瓣就出来了，是不是一个花心底色就是白色的，就是用的白颜料。你看这个花瓣不就出现了吗？一层一层的红色的大红包菜，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我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完了玫瑰红都出来了。蘸一下我这个曙红
蘸一下曙红，大家看一下整体，然后你再说啊，蘸一下我们的胭脂，蘸一下墨，蘸一下墨，你看我继续加啊，继续加。对吧？一半一半的啊，这层次不好掌握，因为它的墨色是不好控制的，对吧？你加出一些小翻瓣啊，一些比较小的翻瓣，但是它落比较快，它落笔要非常的快，慢了就不行。这个花瓣是卷起的啊，对吧？这个花瓣是向上卷起的，喜欢这个颜色。再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胭脂，蘸点墨水啊，还好还好。你看这个地方我再添一下，你看，哎，对吧？你落笔稍微快一点。对，你就稍微快一点，而且我比较喜欢讲一些理论的东西。你看啊，哎，侧瓣去走，就有很多东西啊，它都是，对吧？你看这些花瓣往上卷起。对，这个肯定啊，一看就知道你们肯定喜欢。对，我就感觉你们肯定喜欢。这个墨慢了，对，它慢了就容易脏，所以就是啊，没关系，不用录，我都在课里啊。这个慢了就容易脏，一慢就脏，一慢就脏，所以就是你一方面怎么样想办法把它画出这种很纯粹的红色，这是第一点。就一方面如何画出纯粹的红色，这是第一啊。另一方面，你呢又得去，就是你在整体的一个作品的表达中啊，你得把它画出，就是大家说，比如说你们喜欢这种红色啊，你看都要去学着去表达。你看，黑色颜料也可以播，黑色颜料出来的效果还不太好。黑色颜料出来效果不是太好，对，用的是几号笔？用管理员在。好，这个时候你看，我把毛笔清洗掉了啊，我把毛笔清洗一下，你看又沾了点白色啊，又补点白色，补点白色之后又补了点啥呀？补点曙红啊，补点白色之后补点曙红，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使劲的搅拌，使劲的搅拌各种颜色。笔尖沾点墨啊，沾点墨，而且你不用担心它有画的很脏等等这种问题，不用担心，它不会画的特别脏这种情况。你看，对吧？一个一个啊，单瓣落出来，这样画出来才会比较的富贵。就你如果花瓣叠少了啊，这个东西就不好看。它本来就是红色的，你花瓣叠的很少，它怎么会好看呢？对吧？花瓣如果叠太少，哎，好的好的。今天的用笔都不会了，对，这款其实就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说，你把基础打牢之后啊，它就可以行云流水的，就可以用笔非常的自然，就用笔就会非常的自然，一层一层的这个质感，你看，是不是就很自然？你的花瓣一层一层的出来啊。对吧？一层一层的质感，这笔法还是包菜笔法，喜欢吗？
适当的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啊。所以说你们，对，这会儿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就是如何你就是想提高的，对吧？你觉得你自己啊想提高一下的，对吧？你说老师，我这个花，我想男的，哎，咱们直播间有呀，对吧？我可没有天天教基础的啊，咱们也有男的，看啥了？咱们直播间也有画男的啊。我男的话，我就比较讲究技法，对，但是我的风格基本上就是比较固定式的，也会比较固定一点，对吧？一层一层的，比原来的奔放啊，小写意的嘛，小写意的花头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基本上就已经出现了，其实就已经出来了，你看点一下。对吧？它其实就有的，讲讲颜色呀。好的，稍等一下啊。而且你不需要把它画的过圆，不需要太圆，就是简单一点，对吧？一层层去叠，一层层去叠。啊不，哎呀，他要抓我可疼了。对，你先别让他抓我。男的看的倒很过瘾是吧？简单没学会呢。对，你们不是说想看包菜吗？我跟你们画，别急。对啊，你们不是喜欢包菜吗？我给你们画，让你们过个瘾。好，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胭脂啊，胭脂。而且很多人不是以前说老师你画的很慢啊，你看我觉得你还觉得我慢吗？其实都很快啊，落笔。对吧？你看这种单瓣一层一层的就出来了。嗯，对，因为我的下笔比较轻啊，我下笔很轻，我不重。如果你们落笔很重的话就不行，我下笔比较轻的，啊，哎，谢谢。我下笔比较轻，我基本不重。不卡，到底卡不卡？用水很多，对，我用的水很多，而且我下笔很轻，我不重。没事，慢慢来。对你这样来我直播间就可以了，我会教你们。就是我落笔是比较轻的那种，曙红蘸点胭脂，就是你们把我基础款的那个学会了呢，这个基本也就可以，因为它这个涉及到一个控墨啦，它的一个控墨这一块就需要做的稍微到位一点，要求每一个画画的人。完成啊，完成，这种好看灵动是吧？完成啊，完成，18弯好难，哦，改一下吧。行了，这样一个花头就会画好了啊。然后最后拿出一张纸巾，拿一张纸巾出来啊。对，花青你加墨。啊，你看，这样你拿一个纸巾啊，你擦一下。哦，谢谢啊，谢谢你对我的提醒啊。它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把它给画的太实了啊，你把它画太实了，它就会怎么样？它就死了，对吧？你偶尔的需要适当留点空啊，就是你所谓的填空填满，你看这不就是一笔的事情吗？这不就好了吗？你就用你的毛笔去扫一扫就完事儿了，对不对？20分不到啊，24分钟啊，其实加调色，对，其实你一扫就行啊，不存在你留多少空，看你自己想不想留空了，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就是看你自己啊，想不想留空。你很多时候就自己留点空就行，因为你留空要留的虚一点啊，对吧？你既然就是很多家人喜欢画的实的堵死的，你就堵上去也行，对不对？你也可以去堵，你也可以不堵啊，这东西因人而异的啊。你看是不是完成了？对吧？你可以去堵它，也可以不堵它。这个的花蕊要怎么画？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花蕊画的会比较特别一点。这种大花头的花蕊，它要画的非常的爆炸才好看。大家看一下我的调色啊，调色，对，对，满色是的，就是因为有的老师啊，他喜欢把它填满的，就堵得比较死。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你就直接用那个干净的笔扫两下来，扫两下就好啊，扫两下就行。你记住看个寂寞呀。就如果说家人们如果说喜欢的话呢，我们把它放到课程里就行了。蘸一下我们的太白和三绿，蘸太白和三绿啊，看一下我们这个花蕊是咋画的。主要还是要你们喜欢才行啊。你看这个花蕊，我之前讲过一个五角星，1、2、3、4、5，你看我这画了多少倍不止了？这是监工代写式的，我画多少倍不止？在 OK 的，没有问题。画了多少倍？我大不得了，这个东西你看，是不是啊？把它画大一点，然后你把它擦干，毛笔洗干净，毛笔洗干净啊，毛笔洗干净。然后呢，蘸一点胭脂啊，笔蘸点胭脂。这个胭脂呀，在中间你给它点一点，点，一下、2下，对吧？对，只要你喜欢，你就一定能学会的。相信老师，就怕你这个不去好好弄，那麻烦啊，那麻烦一样的，学啥都是一样。只要你花时间，那把被我盖掉了。好，太白加藤黄，你看啊，这个蕊就有点不一样了。就这个蕊它会有点不一样，我们怎么去？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因为它的花不是挺大吗？它的花头不是挺大吗？比较亮，这种亮红色啊，你看。所以说我们确定，你看，1个点，2个点，3个点，4个点，5个点，确定5个大点。这5个大点呢，你要怎么去表达？蕊一定要加到爆，蕊要加到爆。你如果加碎了，就很小很小，它不大气。你看我从下面开始加，你看啊，有小有大，而且要铺满，是不是？你看这样的蕊是不是更加的霸气一点？特别的结实啊，特别的结实，很霸气那种啊，一个蕊，是不是？就是你不要给它点的超小，那个小豆芽，那不好看了啊，不好看了。对不对？你看，就这种蕊才配得上这个王者的头。OK， 一个好，另外一边你看，是不是一天这个整个蕊就很富贵？看到了吗？是不是整个很富贵啊？所以大红色的花头真的，我也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很漂亮。但是我真的我个人不是特喜欢这种重色的啊，很红的这种，但画也能画啊。你看，很搭，大的蕊很搭哦。你看这个边边上，你看，对吧？加对大红大绿，其实咱们画大红大绿也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用笔技法得当就行。对，这个配色是有点大家常说的这种俗啊，但是你把它用笔技法表达到位了，它就会很美，对吧？用笔技法表达到位，它一样会很好看。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还是你的用笔啦，结合说来说去还是用笔，没有用笔啥也不是呢啊。OK， 完成。你现在这个色啊，对吧？这个蕊就很大很大啊，然后我们很好看，那天有一颗是的。青龙窝墨池也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加一下叶子啊，加一下叶子。对，看一下叶子啊，就是你这种深色的红，你一定要就不能再用咱们之前那种叶，它小气。之前那种铺不开的叶子就很小气，所以说一定要把叶子给它撑开，就是这个叶子得给它撑开。好，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的藤黄，蘸一下我们的三绿啊，藤黄加三绿加点胭脂啊，藤黄三绿蘸点胭脂。你看这个部分怎么画？你看，哎，对下来，对吧？一个小叶儿啊，小叶子。对吧？添一笔小小的两分大吧，蘸一下我们的这个啊，你看，这个地方呢，你一定要把它画的粗一点啊，你得把它画的粗一点。这花头那么大，就这个花头至少有7、8斤，所以你把它画细了，它起不来哦。对，它这个花头有7、8斤呢，你把它画细，它拖不起来啊，拖不起来，知道吧？所以得给它画的粗一点，明白了吗？对，一定要画的重一点，不然那脑袋重，人家脑袋塌掉了啊，太轻了就不行啊，轻了不行，明白了吧？7、8斤还行，它不能太重。不卡呀。然后我们继续挤，然后我们加一些叶子在上面，加叶子啊。看我叶子用的是花青啊，稍重一点的花青。这是藤黄啊，加一点我们的啊。这个我收在那个提高的，这个我放在210里边，不加底色，你不加底色就很浮。如果不加底色，你的颜画出来就很浮，就很轻。你可以试一下啊，你调一笔试试看，那个花语啊，你调一笔试一下，你一下就知道了，你看一下就知道，它马上就会浮色，对，它会特别的浮啦。它不亮，是的，说的对。你看这个地方的叶子是怎么画的啊？你看，一笔，它就不厚重，薄薄的，你一眼能看到后面。那你看我这还是白色的，看到没有？那你看我这个背面还有点红色的，那有点带白，对不对？你那个就没有了，就干了，就破掉了。对，能理解了吗？啊，对，是花的色，它就会那个颜色就没有，就不够重，意思就是。对，它是会比单色亮一些，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底色加薄一点没关系，但是它有，哎，你就让它这样看着我嘛，你抱一下它吧，我马上下播了。
好，蘸一下我们的花青一下。那我就在凳上看着我晕倒了。你看这个叶子啊，中国红，这个叶子它是这个样子的。叶子的转角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洗清吗？然后啊，一笔。你看这个叶子是花青啊，花青加墨啊，花青加点墨。它有些叶子是有带翻转的，对，有一些叶子它是带反转的啊，反转的。继续的啊，红黄一点点，剩下蘸花青。就是你叶子用方了也很漂亮，我这是方叶啊，方叶，就有点方方的这种小叶啊。你看这一整串都是这么折，你看往旁边点上来。推开，落笔快点，一笔。对吧？是不是就出来了？因为我们上面这个花用笔是比较硬的，就是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讲，就是我们刚才画的那个花比较温柔，那么这个花的你看根骨会比较的挺拔一点。对。就现在画的这个花，它根骨就比较挺拔，所以呢，我们就得你看这个造型啊，就得去发生一些改变。明白了没有？这个叶子有棱角的，刚才那个就不表达棱角，因为它是每一种所表达的技法，它一定有依据的啊，就是它一定是有依有据的，那样子你表达出来的东西能够站得住脚。就是当你面对别人的灵魂拷问的时候，哎，你不用去跟他解释太多，别人就会自己就很多人，比如说你在参赛的时候。你不用去解释，人家看得懂的，明白了吗？就是当你的一张作品，别人问你为什么它这是这样子的，有这么疑问的时候，你需要去反思一下，哎，是自己什么地方做的还不够？对，是自己什么地方做的还不够了？这个时候是值得大家自己需要去反思的。你为什么需要去自己去解释呢？难道你的话不可以表达你的想法吗？这个时候你需要去问一下自己，就很重要，而不是说我画的是大写意或者是小写意来搪塞，那都是不可取的。你一定是尽可能的表达到啊，别人能够看得清楚，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你这张画的它的价值在哪里，对不对？价值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好，我继续添。你看这一块的叶子加一下啊，然后呢，有一些叶子我加的比较黄，藤黄，加点花青，加一点墨水。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它不是有个嫩枝吗？我这瘪上去了吗？瘪到这儿去，你看瘪到这儿，哎，出去。就是每一个你热爱画画的人，就是你肯定是希望人家懂你嘛，对吧？希望别人一看你的画啊，原来你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呀。我觉得每一个热爱画画的人，肯定都希望遇到自己的知音，对不对？那你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大多数的人都去接受你。所以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接受呢？表达的干净，利益明确，对不对？那这样大家就会接受你了。然后我们蘸一下我们的赭石啊，蘸下赭石，蘸一点点的赭石，蘸一下花青。所以我们大多时候把画面
就是我们大多时候把画面画得干净啊，不是说是某一种风格，其实干干净净做人不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事情嘛，对不对？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准则嘛。那你要别人说什么，这个画画其实跟做人都是一样的。今天晚上中色，课程里也看，我课程上看，有道理吧？道理都是一样，大家也都明白。二把登场就圆满，二把捣乱了。这个地方就干一点啊，干一点。这是一个逆推的方式去推的啊，对吧？它是一个逆推的方式去推上去的，就是反着推啊，反着推。就你的用笔也得表达的稍微的啊灵活一点，这个地方往上面添，对，逆风去推上去。啊，往上扫。你看，你多用一些逆风，画画也得好的审美。有的时候呀，不是说画画要有一个好的审美，而是你在画着中，哎，你审美就好了，明白了吗？就并不是说你画画需要审美啊，而是你画的过程中你的审美啊，宝啊，哎呦，你抱抱吗？你看这个往下面走。对吧？你看这样子表达出来的内容会比较丰富一点。好，然后我们加一些，你看这个整体的质感，二宝他在抱着我的大腿，那我抱一会儿，你抱着吧，他在扒我的大腿让我抱。蘸一下花青，蘸一下花青。对，他老是抓着我的，在疼啊，那爪子抓老疼了。你看啊，多数的叶子都是怎么表达？你看，哎，一片、2片，对吧？去表达，他叫抱大腿，抱大腿有毛2尺。对吧？你看这一块的叶子啊，这一块叶子啊，最近忙的没给它剪。太白3绿，然后加的是你看这样的这一块，它只是抓到疼，但是还好它没有抓破，不抓破。你看下面下面的这一块，哎，是遮挡的啊。你看，包括这些地方都可以遮挡一下。然后毛笔蘸一点藤黄，一点点藤黄，蘸点3绿，蘸点胭脂啊，一个浅色的叶就出来，再加一下浅叶就完成了，对吧？加一点浅色的叶子啊，浅色的叶子，藤黄加点胭脂啊，上面哎划个几笔出去。就这种其实是一种比较常规的啊表达叶子的一个方式，比较常规的表达叶子的。而且这种嫩叶遮挡在后面会比较好看，它有虚实结合的变化。下面这块叶子基本是虚的啊，基本是虚的，对，基本是虚的。
OK， 我们画好了，画好了，可以截一个图，可以截一个图啊，给主播打打一，截个图，蘸点胭脂，加点墨，胭脂蘸点墨，勾勒一下叶脉。一点点啊，一点点，就是你的叶子这一块表达的时候也得比较灵活。OK， 而且不需要每一根叶脉都去勾，完成可以截个图啊，可以截个图。就是不需要每一个都去截图，我把它拿高一点，好吧？